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我对区块链合规方面的一些思考。那么刚才的论坛讲得非常好，核心的话题在于围绕人才，人是所有一切问题的中心。那么法律与科技的关系就体现了人这法律在调节人的这个利益关系当中的一个非常集中的表现。那么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虽然是合规的问题，但是谁来说很重要啊？比如说我来说区块链很重要，可能大家就听过算数。如果扎克伯格说很重要，可能很多大佬都会回头来看，哎，怎么回事？如果我们习统书记说很重要，那就不一样。所以我是今天以什么身份来说的呢？刚才这个主持人提了一个问题很好，今天虽然是开发者大会，但是我想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代码开发者。而区块链的项目绝不仅仅是只有开发者就能完成的。我们知道，区块链不仅仅是多学科、多技术的融合，而且它还包括了技术、金融、法律、产业以及等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所有的跨部门、跨学科领域的所有的综合。所以，我想，一个好的区块链的应用项目能够落地、能够实施、能够取得效果，光有开发者远远不够。所以，我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律师，另一方面我也是作为广义上的开发者。这个开发者就是为区块链的技术寻找更适合的应用场景，而不仅仅是作为律师拿着法条对着这个项目说：“哎，你不符合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你不能做。”而我们作为律师，我认为从广义的开发者的角度，或者说为了让这个项目更好的发挥作用的角度，我们应该说，你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够符合技术的特点，才能够更广泛的、更全面的照顾到所有的利益关系者。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的双重身份啊！这个定位，这是我在2018年在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在一次分享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是双重身份，而不仅仅是一个律师的身份。好，这是第一。第二点呢，我今天讲的是个合规框架。那么合规，大家想，谁来讲合规也很重要。比如说，一个银行讲合规的时候，它可能是意味着你要符合它内部的规定。啊，这个规定不一定是法律的规定，当然它是以法律规定为基础。他说我们银行就这么做的，你爱做不做啊？我们单位就是这么做的，你爱做不做。那么我这里的合规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一方面是符合技术发展的特点，我一直有一句话口头禅叫做按规律办事。你要符合这个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特点，你不能脱离这个特点技术本身来谈合规，来谈应用。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合规一定是能够给法律的监管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范式。比如说，我经常举个例子说，当我们的监管者虚心下来听你意见的时候，他说：“你认为我们现在监管不对，那你说怎么办？你能不能讲出道理？我为什么跟以往传统的应用不一样？我的特点在于哪里？那么我建议你应该怎么监管？你的说法、你的建议能不能站得住脚？”这个合规应该是基于考虑到技术特点和考虑到业务发展逻辑和考虑到应用场景，以及考虑到跟现实传统利益的冲突，这种所有的问题的综合的一个解决。这是对于合规的理解。第三，对于框架，我这里不是针对的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不是针对每一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一个具体应用场景，我是给大家指出了一个大的框架问题。这个框架问题就是区块链的应用，区块链的跟法律的这种紧张的这种关系，它其实不仅仅是在现在才发生。我们讲，今天我们中国科技法学会副会长，我们蒋教授也在啊。科技和法律的关系，它实际上长期以来都是呈现一种张力。当然了，在科技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时候，它可能这种张力不明显；在科技技术发展非常快速、迭代非常快的时候，那么法律因为它要有程序性、有逻辑性，还要遵守各种民意，还有各个方面的利益，所以它相对滞后，这是很显然的。那么我们就要给它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大家，区块链为什么它不会像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等方面对法律监管的这个要求，这种反差会如此的大。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框架讲清楚，这个框架就在于你到底有什么特点，你主要的监管，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到网信办也在监管，
银行也在人民银行也在监管，证监会也在监管，包括国外的 OCC 啊，这个银行监理署也在监管，所有的税务局也在监管。那么这些为什么它会都来监管？那么到底它这个体系是怎么样的？它的逻辑在于哪里？那么今天我们给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可能会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我们应用模式的完善而不断的调整，而且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可能会呈现重点有不同啊。在当下可能是为了防止金融属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是重的业务逻辑。那么，但是这个框架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逻辑啊。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思路。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我认为所有的区块链监管，区块链和法律的关系最终的承载就在于应用，而这个应用的载体就在于去中心化应用。那么，应用本身、应用程序本身不是个新话题，但是去中心化应用跟以往的中心化应用确实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去中心化应用到底是什么。当然，这里今天来的都是开发者，我在这里有点班门弄斧，但是我讲这个是为了后面我讲监管逻辑啊。那么简单的说一下。并不是下定义，而是一个简单描述。它就是在基于 P2P 网络，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化的服务器来运行的一个应用程序。我相信这样描述，我不说是下定义啊。那么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够取得共识。那么它的中心特点就是它在 P2P 网络上运行，而且它还是在区块链网络上运行。可能大家会知道，没有区块链网络，其实也有可能有 P2P 网络的，也有可能有去中心化应用程序的。那这个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列。好，那么它的基本要素或主要特点，这个是我引用了一个大佬提出的这个特点啊。这里可能个人有个人的总结方法，那么我也有我自己的总结方法。可是我自己说出来，就刚才讲到，谁说很重要，那么我就暂且用他说的啊。我们应该说他讲出了一些逻辑，就是说它必须是代码开源的，这个是去中心化应用的一个典型特点，代码开源。后面我们会讲到。代码开源对于我们的监管逻辑会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会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影响到后面我们现在对 APP 的监管为什么会在区块链的监管里面它会不成立。那么它有一个激励相容的机制，就它本身具备一个激励的机制。这个激励的机制在以往的中心化应用里面，可能这个机制会完全不一样。还有呢，它有具有去中心化治理，这个治理模式也是由于这个代码开源和激励相容的机制所带来的。既然代码已经开源了，既然激励机制也不一样了，那你的治理模式肯定不一样，因为你的权利义务不一样了，风险不一样了，责任不一样了。好，这个数据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讲在去中心化应用里面，数据保存在哪里，它跟以往的中心化应用也不一样。那这个对于我们最近的一些监管模式，你会发现到，针对反垄断也好，针对数据滥用也好，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一些的监管方式肯定也不一样。好，我们看一下。这里稍微总结了一下，就是中心化应用和去中心化应用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于这个 DAPP 它都是在智能合约部署在区块链上完成，而 APP 的交互是中心化的，这个或中心化，应该是由中心化分布式其实也可以，但是这种分布式是在中心化的基础上的完成。好，那么它的主要问题，我们大家概括两解，其实有很多人也总结了啊。这个数据问题、运行规则问题和产品权益和生态发展问题。那么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当我们讲到区块链应用的时候，我认为在2019年6月份，Facebook 这个 Libra 的项目的发出，是个对区块链行业应用，甚至对数字货币、对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应用起了非常重大影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什么会这么说？还是回到我刚才这句话，因为马克扎克伯格说了，区块链他要做区块链项目了。那么在这之前，很多传统行业的成功人士在提到区块链的时候都说，你肯定是这个行业的失败者，你才会转向区块链，因为你在传统行业干不下去了，所以你会去做区块链。而我们碰到的区块链项目，无一目的99.9%可能都是融资，因为他缺钱，所以他要通过区块链融资。但是扎克伯格不一样，他不缺钱，他很成功，他这个市值在全世界前几位。那么大家就会思考，为什么他会要做区块链项目？那么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我们知道。它的现在的目前的这个应用模式就是中心化应用。我们知道它就是很简单，它应用模式就是用户注册账户，在上面发布各种信息，然后作为中心化的应用的后台运营公司，它利用各种信息来打广告也好，或者说进行数据利用处理也好等等，这就是中心化应用的一个问题这个基本模式。那么这个基本模式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它感觉到了非常大的危机，为什么呢？
马克扎克伯格的 Facebook 在欧洲、在美国，主要是在欧洲，不断的受到处罚，主要原因就是一个是数据泄露，第二个数据滥用。这个问题在现有的传统互联网在中心化模式下很难完全解决，因为它的目标太大，只要它这个业务模式不变，他就不停的会遭受到这些问题。他在国会听证会上，他就会被议员不停的质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把你的数据做好？你那么多钱，你那么多影响力，你不缺人不缺钱，你为什么还会把数据会泄露？如果你的数据这么多人，如果把它运用到恐怖分子手里怎么办？”他焦头烂额。而当他提出 Libra 这个项目以后，他的目标是什么？他是想把他自己变成一个去中心化应用的平台，让可运用自己在上面交易自己的数据，他不再参与数据的存储，而他只是进行智能合约开发。这个案例典型的表现了中心化应用的主要问题。他因为这么成功的一个传统互联网行业的这个成功的创业者，或者成功的这个独角兽，他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到现在，他最近又在做元宇宙，实际上这个逻辑思路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中心化应用的问题，我觉得不用赘述。好，那我们看去中心化应用它有什么特点呢？好，这3个特点，我为什么说是这3个特点，而不是别的特点？那我们看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人应该不会拒绝这个判断啊。我们现在所有的国家，全球现在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共识。那么数字经济，什么叫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就是以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通过现代信息网络作为一个承载，利用现有的所有的数字技术，对现有的业务模式进行整合、优化、降低成本。网络化就是它需要依托于现代信息网络。智能化，数据越来越多的被自动化程序进行处理，包括我们区块链讲到的智能合约，通过自动化的程序进行交易、进行处理、进行数据的所有的收集、存储、开发、利用、转移、披露，可能都可以通过自动化来处理，包括区块链的交易。所以，我认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包括中心化应用程序的主要特点。但是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它有它自己独立的特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数字化，数字的存在形式。我们所有的应用，它是以数字化作为存在形式。这里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没什么很奇特的，对吧？大家会想到，我在我经历过的所有的区块链项目的探讨当中，70%、80%的项目本身的数字化还没有完成，就是它很多的业务的模式、业务的操作都还是需要线下操作，还没有完成数字化，他就说我要应用区块链，这个其实不可能的。对吧？数字化还没有完成，怎么会用区块链呢？区块链这个基础就是所有的数据、所有的业务处理，整个闭环要能够在数字形式上完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传统的互联网模式下，其实已经很多已经可以这么做了。我们很多工作其实在数字化已经可以完成了啊。这个我相信啊，大家可以感觉到啊，当你发现一个业务场景还没有完成数字化的时候，它的数据还没有所有的业务在数字化的环境下进行闭环、进行操作的时候，要去谈区块链，只能作为一个战略探讨。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应用程序，它最终都更突出的表现为是一种数据处理的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其实在中心化应用程序里面已经很多了。比如说我们的导航，你会发现导航它的这个路线，它这个精确度会随着你使用人数越来越多，会随着你自己的使用越来越多，会发现它会越来越贴近你的使用需求。这里会发现我们包括大数据滥用也好，从这2方面对于数据的利用。对于数据，就是说，所有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服务和产品，它的这个功能的体现，都是通过数据的收集、处理、存储来体现。我们最近发现有一个 NFT， 是一个图片，图片上是戴个口罩，这个口罩的颜色会随着疫情数据的这个增长，它的颜色会变。你会发现它这个还有不同的这个数据产品，它会随着时间、随着空间、随着场景、随着主体、随着各种要素的这个不同而不同。这就是我们说，一方面数据产品个性化了，另一方面数据产品场景化了。所以包括元宇宙为什么会出现？昨天我们还看到元宇宙包括 display 就展示和交易这2方面，都是本质上都是数据处理过程。那么这个数据处理过程，在我们去中心化应用里面，它体现为分布式的主体，就是我们讲区块链提供服务基于数据的处理关系形成数据产品，人和数据产品之间的关系是数据产品。当你的数据产品不能够很好的及时的收集数据、存储数据的时候，你说你是数据场景，而且能够运用在区块链上，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这里当然后面也可以谈到，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会看到数据处理的真正的责任承担者、真正的风险承担者和权利义务承担者到底是谁？
这个时候，在去中心化应用和传统中心化应用里面，这个数据的承载和数据的风险承担者和责任承担者是不是不一样？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展开。好，这个是我们讲这第一个数字化存在形式和数据处理活动。第二个网络化，中心化也好，去中心化也好，它的所有的场景它都是基于现代信息网络。那么现代信息网络它就形成了两个特点。第一，我们讲区块链数据，区块链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有公共属性？因为区块链的这个信息的承载、信息的记录、处理，它有公共属性。为什么呢？它脱离了单独的一个主体，它是由大家共同参与来处理。比如说我们某一个数字资产，比如说我们的 NFT，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NFT 它具有物权属性，或者说它具有独立于某一个运营商的属性？因为它的数据的确认和处理和转移，整个追溯，它不是由一个人完成，它也不是由一个人主宰。那么它就只有这个是网络化的特征，没有网络化，怎么可能实现有公共属性呢？对吧？好，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这个对于开发者来说，都是一个基本知识。社区运维我再讲一下，一方面它的产品本身它具有公共属性，公共属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所有的数据的存储、处理、收集，它是由于大家一起完成的，而且是通过区块链的形式，通过不可篡改的形式，通过可追溯的形式，通过一个独立的形式来完成。信息的确认具有独立性，也导致了身份的确认、资产的确认、交易过程的确认以及整个生态的确认，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能够使大家信任。这个是元宇宙的基础。否则的话，大家在你一个能够控制的一个空间里玩，那不是这个危险，很危险嘛。第二个，这个产品的运营，这个产品的价值产生，我刚才讲了，绝不仅仅是由开发者一个人完成，就是开发者把代码写好，放在这个开源代码的这个托管的地方。好，后面的运维是要靠节点、靠用户、靠其他人去自发的去宣传推广。实际上，它是一个社区运维的过程。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中心化运营商、传统的中心化 APP， 它都说啊拉新啊到处推广，有专门的运营团队到处去宣传、去搞活动。但是我们去中心化运营，你去看，比特币也好，以太坊也好，我们去看有没有他们的代码开发团队到处自己去宣传呢？也有，但是它的价值已经不仅仅是由那些人在承载，而且他们的受益也不仅仅是那些人。有多少人在以太坊里赚的钱比维塔利克多得多呢？所以说这个怎么解释？所以说它这个社区运维就包括责任、权利、义务、风险、利益，它都有一定的社区性。所以这就是我们网络化的一个基础。第三个就是智能化。前几天我们群里在讨论，就是人工智能它到底未来会不会超过人？它的智能发展将来会呈现一个什么状态？那么我们回头看一下人工智能的基础。人工智能基础就是一系列的自动化程序。当然了，这里不仅仅包括区块链。那么我们讲，所有的这些程序的功能的这些基础都在于代码。那么这个代码，如果你设计好了，当然了，它可能有一些自我学习的过程，但是我认为它终究是受一个框架影响，就是受你的代码所规定的一个范式。所以，开源代码决定了你的智能化应用的一个边界。目前为止，我是这么认为啊。当然，未来是不是会别的结合生物科技、结合基因技术再加进去，是不是会产生突破代码，再产生了新的智能？那这个很难说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智能化还体现于智能算法，就是一方面它自我的一个功能发现不停的扩展，学习能力不停的增长；另一方面，智能化的交易，智能交易大家非常熟悉，在区块链行业的智能合约这种交易形式啊，都是为了避免。我在法律行业从业就非常知道，一份合同签订以后，绝不仅仅是意味着这个事情的结束，往往意味着事情的开始。因为对合同的整个的理解，双方的心态不一样，对双方的制约不一样，最后达成对合同，最后甚至对合同同一条款的完全的不同的理解，而且最后闹得不欢而散。那么这个所有的原因就在于什么？所以我们整个合同的订立、履行、执行整个过程是独立展开，并没有一个智能合约来约束它，而且也并没有利益来约束它。所以我们讲智能化，它体现了一个智能自我功能和应用的一个体现，同时也体现了这个智能算法以及经济体系的智能化。那么智能合约跟这个 DAPP 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在今天的开发者应该都容易理解。原则上来说，就是底层应该是智能合约，上面再加，当然还有 P2P 网络，再加底层是核心是智能合约，再加一些其他的用户友好的界面，我们这里不展开。那么，基于区块链的这个中心化智能合约，这里我就不班门弄斧了，这只是列举一下。下面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最后还有几分钟，我们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块链应用里面，如何构建一个
区块链产品的合规框架。这个合规框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整个的这个合规的逻辑在哪里？为什么是那些问题？所有的我们碰到的所有的监管部门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它的意义、它的根据在于哪里？下面我们看 NFT 和智能合约的关系。我们为什么提到 NFT？ 因为现在它可以说它是一种这个基于区块链应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很典型的体现了某种可用的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应用场景其实本质上也是区块链技术一种典型体现。那么我们有必要来稍微探讨一下 NFT 它是一种不同的协议。那么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本质上还是个 token。这个 token 它本质上背后它所联系的元数据，使它体现了某一种商品的属性。在我们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那么产业数字化、交易数字化里面不可避免就包括了身份数字化、商品数字化、货币数字化以及交易过程数字化。那么商品数字化很典型的，我认为这个 NFT 它是实现商品数字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对于 NFT 是怎么理解？我们这里引用了 OpenSea 的一个联合创始人他的理解，他说它是一个数字产品，它可以跨程序操作。跨程序操作这个容易理解，大家开发者啊。还有呢，它具有稀缺性，这个稀缺性是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物理形成的商品，它有一种直接对应的关系。我们物理形成的商品，你造了多少个就是多少个。那么程序在区块链的场景下，在应用程序场景下，它可以造成这种稀缺性，还有独特性。独特性就是说，这个产品和那个产品是不同的，尽管它的功能可能类似相同，但是它的历史数据和等等这个应用过程、交易过程是不同的，所以它具有独特性，同时还有流动性。所以它具有，而且它具有财产属性，财产属性就基于它有功能性。所以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理解，它既是一种技术上可以一种令牌，它也是一种权益凭证，同时还是一种应用权限。它最后还可某一种资产属性，你把它理解为代币，但这种代币可能在环境下，我们不把它看成是一种金融工具，但是这种金融工具肯定是跟实体经济有实体经济依据的一种利益，一种利益的权限。所以呢，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它，它首先是一种应用程序，还是一种数字协议，还是一种数字物品，还是一种数字资产，它是数字经济的原生要素。那我们看，我这个框架是分成4部分，为什么会有这4部分，而不是5部分，或者是不是3部分？而且这4部分是这4个部分。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通常来说，一个应用产品推出来的时候，我们从逻辑上来说，需要保证它的合规不是合规，就是安全性、可靠性，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前3个是从不同的角度，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行政监管，是对它的监管要求，是为了让其他人更低成本的应用它。大家可以理解看啊，为什么它要技术规制？对应用程序需要技术规制，就是说，比如说你做一个 DAPP， 你最起码要做到它的可靠性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对它，我们现在对 APP 也好，对一些其他的网站建设也好，对一些技术要求，它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法规标准和国家性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包括你的防突破访问，比如说这个防黑客、这些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规定的要求。你必须让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简单的说，技术规制就是你做的东西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质量要求，从物理上有质量要求。啊，我们做一个凳子，做一个手机，你必须要有一基本的功能，这个功能要有一定的，让人家能够用个3年5年，你不能说用个1天就完了。第二个呢，你 NFT 你不是说你可以用吗？你是一个商品嘛？那你这个商品到底你有什么权益？你能够达到这个权益的这个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如果说你认为你是一个音乐，你是一首歌，那你就告诉我，你这首歌你希望达到什么要求？那我就要求你，你必须达到这个要求。第3个，你说你有价值，你的交易，那么我们从行政法，就是从我们监管的角度说，为什么我们对这个 IPO 的上面上市的这个股票要求这么多？因为我们希望知道我们在监管的时候，哪些信息是你必须告诉大家的，哪些信息是必须披露的。最后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对物的监管。大家可以发现啊，技术监管是对软件技术的要求。刚才我们讲从4个维度来讲，第2个监管是对产品应用的要求，第3个监管是它对价值转移的要求，最后一个监管是对人的监管。就是说，如果你要转移，你要一起参与开发，你要自己自愿的去交易，你应该遵守什么样的协议？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个传统的物品，它可能就只要第1个，可能只要第2个。那么由于这个区块链的这个跨部门、跨综合性、这个跨学科、跨技术影响，对法律的这个综合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4个有影响。最后我讲一个
大家可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这里我们讲了很多啊，技术监管，它从网络的角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讲的是个框架，这个框架不仅仅是基于，当然我们是基于中国国内，但是其实全球应该说它的内在逻辑都是通用的，可能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可能有不一样。公链和联盟链，其实最后我们会发现，在区块链应用当中，公链和联盟链的区别，最后会把它内化到或者沉淀到一个基础设施的角度。对于用户来说，你不用去让他去每次都去操作，每一次支付一个 gas 费的问题，每次去开设一个账户的问题。最后你就让他具体就像开车一样的，你告诉我怎么开、怎么发动、怎么刹车就可以了。你的汽车的基本原理，如果我愿意知道，我可以问你；我不愿意知道，你不需要告诉我。最后啊，区块链本身它本身就是个网络基础设施，它必须沉淀为基础设施，而不应该成为普通人、成为这个企业应用一个网络的应用的障碍。好，最后我们再看，包括我们再提一下最后几个问题啊，就是包括它的网络实名制，我认为在我们公链的应用环境下，同样也可以实现，也可以实现我们要求的监管，而且也可以确定各个方面所参与的法律责任和权利义务，包括它到底是持有什么权益，这些其实都可以探讨。如果我们真正的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开发、去运营、去研究一个产品，一个去摸索它的应用场景，我们会发现，其实区块链和监管并不矛盾，而且并不冲突，反而是奔着同一个方向。而且我们也能够在面对监管方的时候，我们会讲，我们能够讲清楚我们其中的监管逻辑。你看这里我们讲到了为什么金融监管需要许可，为什么它需要去规制它，为什么探讨公链这个令牌它是什么样法律概念，它到底是个法律性质。为什么这个虚拟商品它的本质是什么？既然是商品，它具有应用价值和使用价值。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其实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回答。这个就是我今天对合规框架的一个叙述。如果后面大家有更深入的探讨，欢迎大家跟我交流。谢谢大家。